近日，阿富汗局势发生惊天逆转，塔利班从靠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到完全进入并占领首都，仅仅用时1天时间。那么，为何面对塔利班8万人的游击战士会惨败到如此地步呢？这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阿富汗局势发生惊天逆转，塔利班从靠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到完全进入并占领首都，仅仅用时1天时间。据报道，阿富汗总统加尼原本打算举行和平的权力交接仪式，但是眼看塔利班逼近，这位阿富汗的最高领导人便顾不上体面，就匆匆地逃往邻国塔吉克斯坦去了。而后，塔利班正式宣布占领了阿富汗的政治中心喀布尔。塔利班同时也完全地掌握了阿富汗的国家政权，而其他亲西方的阿富汗政治人物和买办势力则匆匆地脚底抹油，乘坐飞机跑路了。此情此景不得不令整个世界的媒体感到一阵惊讶。毕竟就在短短的数周之前，阿富汗政府军还是一个佣兵30余万、装备大量美式武器的一个强有力的政体。那么为何面对塔利班8万人的游击战士会惨败到如此地步呢？这是意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要知道，阿富汗政府军可是美国政府花费所谓833亿美元巨资和美国军队训练出来的自由民主的武装力量呢？怎么一和山沟沟里面的塔利班战士一较量，就被塔利班打得哭爹喊娘、屁滚尿流呢？美国扶植的军队为什么战斗力为伍，如此的弱鸡？我们可以剖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根据目前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进入尾声时，并不打算帮助扶植的阿富汗政府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但是后来遭到塔利班的反扑，美国人这才打算帮阿富汗政府组建自己的部队。这些部队长期由美国政府派出的军事顾问进行训练，使用的武器装备也从传统的苏式装备改变为美式装备。美国提供军费负责训练，甚至美国还从世界各地搜罗来了40多辆 T-62主战坦克，帮助阿富汗组建了一个装甲营。阿富汗政府军纸面上数据看着很好，但是内部问题却不断的显现。美国虽然声称要全力的帮助阿富汗政府军进行协力的建设，但是实际上提供给阿富汗的训练和经费则是严重不足的，而且和当地的承包商偷工减料。也就是说，阿富汗政府军的训练水平远远不能达到成为一个合格士兵或军官的标准。其次就是军纪和腐败问题。现在的阿富汗军队常年存在内部贪污问题，还有人暗中联络塔利班等组织，军纪溃散，士气严重的低落，经常爆出阿富汗政府军出现吸毒贩毒的新闻，而且士兵往往不堪忍受大批量的逃亡。这些因素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军队战斗力。另外就是军队数量问题。阿富汗政府军目前宣称的是拥有部队30万人，但是其中是包括其他警察和地方部队等非正规等武装势力。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军，其确切的人数大概在10万人左右，而塔利班一开始的人数为7.5至8万人左右。实际上，阿富汗政府军的正规兵力优势对于塔利班来说并不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最后就是作战问题。以往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打得有来有回，是因为往往有美国的空军或火炮支援。只要阿富汗政府军发现敌人，就可以呼叫美国的攻击机、战斗机、无人机，对塔利班进行空中打击。塔利班没有防空武器，因此面对美国空军的空中打击，只能进行闪避，尽量不和美军发生正面冲突，最大程度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式打击阿富汗政府军和美军。而美军一走，阿富汗政府军的劣势就暴露了出来，没有经过完整的体系训练，作战水平极其拉垮，兵不知兵，将不知将，四处为战，没有具体的作战规划和目标。一开战，数万政府军就直接龟缩在大城市里面，而且还没有美国空军的支援。面对这些常年和美国人作战经验丰富的塔利班士兵，只有被血虐的份。塔利班则充分发挥了运动战、游击战的优势，把阿富汗的部队成建制消灭。因此，结合以上种种因素，就能够分析出阿富汗政府军为什么这么拉垮。实际上，阿富汗政府军就是美国扶植的一个傀儡军队，
美国走了，政府军这个架子是必然撑不住的。苏联入侵阿富汗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不是灰溜溜地撤出了阿富汗，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美国现在正在走苏联的老路，那么美国会不会步苏联解体的后尘？我们拭目以待。先后两国超级大国再次折戟沉沙，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名头岂是浪得虚名？